掌声有请这一对，有请。男嘉宾小贾，22岁，来自四川，个体；女嘉宾小王，23岁，来自四川，个体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，怎么认识的？我俩是大学同学，但不在一个班儿。然后我比他大一届，我俩有共同的朋友，然后也经常在一块儿玩儿。然后后来就慢慢的两人就在一起了。当时我俩在一起的时候，他对我还是挺关心，然后也挺贴的。就后来就慢慢发现他特别的像一个小孩子，就永远长不大那种。而且还有就是他特别不会处理男女关系，他还甚至和他前女友联系。那我。朋友，让我们俩也有比较多的共同爱好。然后你们俩为啥散了呢？当时我本来就不喜欢他，然后那个时候因为那个时候还在大学嘛，然后大学总需要一段恋情的嘛，然后所以就散了嘛。行，小 Z。然后后来就是我俩有一个共同的朋友，以前关系也挺不错的，就见面还会打招呼，笑嘻嘻的。然后后来那个女孩对我特别不友好，要不就是给我翻白眼，要不就是瞪我。然后我给她说，她说是我自己想多了。然后有一次走廊有这么宽，然后我就在这边的，然后她那个妹子就直接过来撞我，就把我往墙上撞。为什么呀？我就觉得那个女孩有点是喜欢他，然后我就给他说了，他不相信我。那我觉得我就是不该相信啊。那个时候你看走廊本来也不宽嘛，然后两个人。我是你女朋友啊，就不管我说什么，你都应该相信我啊。是，我是该相信你，但不就是不小心撞了一下嘛，我就觉得没什么嘛，他非要觉得那件事有多大。那后来呢？后来李兄弟不是过生日嘛，然后他也把我带上过，我也看见那个女孩也在场，他兄弟就说，哎，我们一起上桌打麻将吧，然后我就上去了。然后那个女孩结果看见我上桌就特别不开心，就给他兄弟说，哎，你把他赶下去了吧，我不想和他在一个桌上。人家也不是这样给我说的，人家只是说我们去那桌玩能够开心一些，因为他们当时有几桌人嘛，他在那张桌子上的人都不熟。全是陌生人，然后我让他在那边那张桌子上去，那边都是熟人，让能够玩得更尽兴。可是我跟你说，那个女孩也经常欺负我呀，然后你不帮我也就算了，她就直接把我从桌子上给拽下来了。那我后来也给你道歉了。你道歉了，那还有一个女生也是。还有个女生。还有一个女生就是喜欢他的，她后来就有一次我俩在一起去逛超市的时候，她就那个女生看见我俩在一起，然后就特别不开心，把他拉这一边，就质问他，就是说，哎，你不是说你不和其他人在一起吗？你怎么和他在一起了？我听着肯定就不高兴，我就问他，我说他为啥要说这样的话？他就跟我说那个女孩以前就追过他，然后我就说追过你的话，那你以后就不要再和他联系了。我说你不能够再给其他女生有什么机会的，对吧？那我就觉得没给他机会啊，他当时你还没有给吗？你自己说后来我们俩约会的时候你干嘛了？
我们俩约会的时候，人家就给你打电话，给你发 QQ， 让你给他去这去那给他买东西，你没买吗？你买了你还背着我买的好吗？我们俩作为朋友关系，我给他买一点东西没错吧？然后可是我说他喜欢你啊，你就不应该给他买。我们把这件事儿慢一点啊，你们俩在约会。对。一个普通的女生打了个电话让你买东西，你就去买了。那个女生重要还是女朋友重要？买啊，我们你什么时候去的？等我们俩约会完了，然后我回学校的时候顺便带上的。那这个性质又变了。而且他是背着我买的。对，我不是怕你生气嘛，你知道他生气啊？哦，对，我就是怕他生气啊。然后你还敢买？因为我就是怕他生气，所以我才背着他买的嘛。我就觉得他特别像个小男孩，然后我就比他提前毕业了，对吧？然后我就说我要去成都，和朋友一起去成都发展一下，然后他也死活不让我去，然后我俩就因为这个事也经常吵架，然后后来他也毕业了，就是他非得让我回南充，然后我就非得让他来成都，然后因为这件事吵架过后，我发现他还和他前女友在联系。那个时候是因为我们俩吵架也吵得比较厉害，然后我心里特别郁闷，想找个人来说一下。你找你兄弟不行吗？你非得找你前女友，而且我当时也说过你和前女友联系，我就和你分手的。那我找我兄弟，他们这样给我说的，兄弟也没关系，换个女朋友吧。这种话我能听吗？然后我就去，我想找个人。你是没听，但是你去实践去了。没有，我没有实践。然后我就想找个人能够理解我的人嘛。那你前女友是怎么理解你的？你跟我们分享一下。因为我跟她的共同话题比较多嘛，然后我们俩就比较了解对方嘛。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她能够理解我当时的心情。他理解你，那你跟他去啊？那你还和我在一起干嘛？那后来我怎么办的？他生气，我当时手上所有的东西全部放下，然后直接买了张车票到成都去陪他，去给他道歉嘛，然后这些。然后到了成都之后，我连自己在南充的一份工作都扔了，就为了在成都去陪他，去哄他。就当时这件事，我其实也挺感动的。他就是把南充所有的事都辞了，就过来给我赔礼道歉，然后在我面前就哭得像个小孩子似的。然后当时我一心软，然后我俩就继续留在成都打拼了。然后就留在成都的时候，我就发现我和他更加不合适。我想的呢就是努力打拼。就过更好的生活，他想的就是，哎，咱俩回南充吧，就修一栋小房子，咱俩过着世外桃源的生活，这和我完全就想的完全不一样。当时他跟朋友开了一个店，盈利挺好的，然后我看他每天忙得饭都吃不上，我就在成都之前找了2个工作，然后后来都辞了，就因为担心他。然后每天给他做饭、打扫卫生、照顾他的起居。然后他每天晚上想吃水果，我跑多远去给他买水果，然后买回来我把水果洗了、皮包好了送到他嘴边，但他就觉得我不好，他天天骂我。然后后来我就挺生气，后来吵了一架。我就觉得男生应该出去打拼啊。等于他在家里伺候你，你不满意了是吧？我不需要他一个人为我做完所有的事情，我就是希望我俩都在外面一起努力的工作，然后一起回来做家务这些。而且他自己不想出去工作也就算了，他还特别的限制我。就我每一次出去应酬见客户的时候，他1、2分钟就给你打一个电话，就一直给我打。你担心我，你得有一个度啊！而且我也给你说了，我现在是出去谈生意，对吧？那你当时还要喝酒？你还一直给我打电话问我，哎，有几个人，男的女的？我就觉得特别烦，你特别让我根本就不能和客户一起在谈生意，好吗？主持人，当时他大晚上陪客户喝酒。然后我就特别担心他安全，他一个人喝醉了多危险。这主持人我可以解释一下，他说我喝醉了，我一次都没有喝醉过。因为出去谈生意的话，我觉得大家喝酒都会有一个度啊，我从来也没有喝醉过，好吗？那当时，在今年过年的时候，我父母就跟他提了我们订婚的事。刚说完没有多久，大概过了1、2个月，他给我说他要去上海了，然后我心里就特别不是滋味。都说好了要订婚了，你今年还要走，凭什么？可是订婚这个事当然是过年的时候你父母自己说的呀，我没有明确表态，行吗？而且我俩。那当时我们都说了要订婚了，那你今年走是什么意思？今年走去上海这个事，老师跟我说的，就是上海有一家创意生活体验一体店要筹备嘛，就是介绍我过去，我就觉得对我自己未来的发展肯定很有大前途啊。然后我俩打拼过几年，然后再回南充不好吗？当时去成都我都。什么是心理地位差呢？就是感觉起来就你稍微高一点。你不管是你和他之间的感情的老师，老师，你对老师的定义是什么？
就是他有什么都会给我说。哦，包括跟你讲说咱一起去跟前女友爬山吧，对。是吗？觉得这样比较靠谱。对，至少不会花言巧语。哦，你刷新我对老实这个词的定义。你不是说你已经分手过了对吧？后来你又心软了，复合了，为什么心软？就他，就为我辞掉了他的工作嘛，然后就在我面前哭得像个小孩子一样。为什么老实人会做出不老实的事儿，但是又让旁人感觉到他老实呢？在于你而言，你为什么会觉得他老实，并不是说他的行为老实，是你觉得他还挺痴情。我问你啊，你见过他前女友吗？见过。她漂亮，你漂亮？她长得挺好看的。挺好看的。那个在路上撞你一下那女生？那个女生是属于小巧可爱型。你也是小巧可爱型吗？那个把你从麻将桌上那个蹬下来那女生怎么样？脸蛋都挺漂亮的。这3个女生跟她比哪个漂亮？当然她漂亮。真她漂亮？对呀。你要知道啊，当一个人想长期持有一件随时有可能失去的东西的时候，有些人会认为，既然我爱他，即便他留在我身边1天，我就好好保护他就是了，这是真诚的爱。还有一种人明明知道他随时有可能会失去，为了达到长期霸占他的目的，就要告诉他，你没有那么可贵，你没有多么了不起。比如说他所有的行为都符合这个道理，我相信他是爱你的，只是他拥有你的这种方式有点不择手段。比如说他带你和前女友一起去爬山，我不相信他跟他前女友有什么太多的暧昧，否则他也不会跟你那么痴情，来来往往的火车票那么多。他只是想告诉你，你并不是唯一选择，我还有人可以选择，我还有女人喜欢我。他想用这样的方式告诉你，你并没有那么珍贵，千万别傲气。那你就跟他去上海呀。当时去成都我就已经妥协了。啊，所以你现在不愿意妥协了嘛？对不对？我现在想让他，你想跟你能自己定嘛？人生是自己定的嘛？接下来一起进入到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60秒。其实我也知道我这样自私的占有你是不对的，但其实我真的很爱你，每天为了你我可以担惊受怕，但是你也没有给我太多的安全感，所以我才想要一直把你留在我身边。我就觉得我每次能够妥协你，但你没有让我感觉到一点点安全感，所以我就特别的发自内心的痛苦。其实你要走的话，我能够理解。好，